好，我是 Vitia。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流体画。流体画呢是利用不同的媒材去创作出自然界，像是风啊、水啊、地质这种具有流动或者是波纹效果的画作。它适合拿来做的媒材包括了酒精墨水、环氧树脂，还有亚克力颜料，或者是叫做丙烯颜料。那除了酒精墨水我还没有接触过之外，环氧树脂跟亚克力颜料我过去都有一些创作的经验。那这三种画出来的效果也不太一样。酒精墨水它画出来的效果是比较梦幻的，然后呢它的颜料比较稀，所以它画出来的这个感觉是比较偏平面的。那环氧树脂呢，它本身就是比较浓稠的，在添加了固化剂之后，它就会在一定的时间比例之内硬化。所以呢，它除了适合做平面的作品之外，它也很适合灌模，就是呢把它灌注到不同的模型，加入颜料或者是我们想要的一些像压花或者其他的颗粒状的东西，它也是可以做成一个很美的成品。那在颜料方面呢，可以选择不一样的颜料，它就是可能会让成品是渲染在一起，或者是形成独立的色块。但是环氧树脂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时间久了它容易氧化，氧化之后就会变黄。那像我刚才拿的这个成品啊，就是1年前做的，刚开始它也是很清澈透明，但是现在也是有点黄黄的感觉。那也有人说，如果我们用这种光疗啊，或是牙齿补缀的这种光固化树脂，它就比较不容易变黄。可是相对它成本也比较高，所以我目前还没有使用这样子的树脂来做成品。好，第三种呢是亚克力颜料。亚克力颜料是色粉还有丙烯酸树脂聚化乳胶调和而成的。不同的厂牌呢可能会再添加不一样的化学成分，那变得更滑顺啊，或是更不容易笔触，这就是各家的机密了，我们就无从得知。那丙烯酸树脂它本身是有稠度的，有点像是我们看到那个油漆的那种浓稠感。亚克力颜料它在干了之后呢，表面会形成一层薄膜，所以我们的成品呢是防水的，就算我们事后再去泼水啊，它的颜料也不会渗出来。我们在画亚克力颜料的时候呢，会添加一些辅助剂。辅助剂的功能呢有很多种。那以流体画来说，最常使用的辅助剂就是可能让它呢可以稀释，然后可以跟其他的颜料渲染在一起，或者是自己独立形成一个色块，不容易跟其他的颜料合在一起。那它也不一定要画在画布或者是纸上面，我们可以用木板啊、塑胶板啊、石头啊这些。那像最近很流行的这个暴力熊，它就是把颜料直接倒在石膏模型上面。那我个人很喜欢那种板材，我之后也会再做影片来分享。亚克力颜料是1983年发明的，虽然它没有像油画一样这么历史悠久，不过一般认为它也是适合长期保存的。硬要说它的缺点的话，就是假设我们今天把亚克力颜料放在外面室外高温曝晒的话，这个画作它原本已经干掉的颜料可能会变得有点黏黏稠稠的。不过一般如果放在室内阴凉的环境是都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。亚克力颜料它的画法很多元，它可以像水彩一样做出渲染啊，然后半透明的这种叠加的感觉。那它也可以像油画一样表达出比较厚重、比较有层次感的这种风格。那单以流体画来说的话，就有不下10余种画法。那像是最基础的这种倒扣法，或者是直接倒，也有分可以前后倒啊，或是旋转倒，或是利用不同东西的这个孔洞去把颜料呈现出来。那比较复杂一点的还有包括像是用画布去覆盖融合，或者是利用粘绳啊、珠链啊去做这个拉线法，然后也可以用转盘去让它离心，表现出这个颜料的这个拉伸的感觉。然后像我自己比较擅长的一种就是用吹的，用吹风机吹啊、吸管吹或是直接吹都是一个方法。亚克力流体画的画法，在下一集呢我会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。很重要一点要提醒大家，我们在画流体画的时候，不管是酒精墨水啊、环氧树脂或者是亚克力颜料，它都是具有轻微毒性的。以环氧树脂来说，它在还没有固化之前呢，是不可以排放到水里面，它具有生物毒性。但是固化之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那因为它有轻微的这个挥发性，所以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就是室内要保持通风良好。亚克力颜料这个部分呢，我们知道颜料其实在古代啊，就是可能是用一些重金属去调的，譬如说砒霜啊，就是砷可以拿来调黄色的颜料，然后汞可以拿来调红色，然后还有像一些铬啊这些可以拿来调蓝色的颜料。那如果很介意的话呢，可以特别去看这个亚克力颜料它的色粉的来源是什么。然后这个乳胶本身其实也有毒性，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也是尽量要在通风良好的环境里面。但是以我过去这个使用的经验啊，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刺鼻的味道，有一点点味道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那我有看过一些画家，他们在画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戴这个乳胶的手套来去避免皮肤的接触。所以如果真的很介意的朋友，就是在画之前也可以做一些防护的措施。那在影片的最后啊，我会分享一些我之前用环氧树脂去做模型的这个作品，那也可以让大家看看说，成品在1年之后到底会变得多黄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对流体画非常有兴趣的话，也欢迎你继续收看我的频道。那我们再来也会陆陆续续的分享一些我画作的时候使用的材料啊，还有相关的技巧。那我们下次见喽。